谁？来人呐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哎呀！别！别杀我！别杀我！别！杀人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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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放下来。是。通知罗探长了吗？没有啊。总督察是怎么说的？有案件发生的话，一并通知罗探长和您。法官老头要回国了，想提一个华人探长做督察，这叫公平竞争。哇！老吴啊！哇！小子，你师傅呢？哎，他出去忙了。哎，叫我过来先看一下。哎，范哥，你真不够兄弟不够义气啊！这么大的事情你都不通知我跟师傅一声啊？难道你想吃独食啊？我让他们找了你一圈，他们都说你不在发布坊。真的吗？哇，不太新鲜呢。他活着的时候是被人生生的切下手，失血过多而死的。幸亏我来得及时啊！如果我不到，一碗红烧猪头掉饭桶里了。你骂谁呢？谁是饭桶啊？没有啊，我谁都没有吗？哎，我师傅现在应该回法补房了，你们先慢慢弄啊，我走了啊。什么玩意儿？真是的！7点叫醒我。哎呦，还有2个钟头呢。哎。5、4、3、2、1，师傅，起来吃饭啦！7点钟啦。哎，客官，您的面来了。您吃好啊。
我告诉你多少遍了啊？有教养的人吃东西不会发出这么大的声音。师傅，我试过不发出声音了。但是呢，你吃面的时候呢，如果不发出声音的话，它不好吃的啊！你看，借口。我跟你说啊，教养这东西需要培养，如果不培养，你这辈子娶不上老婆。哎，怎么会呢，师傅？有你疼爱我吗？哎，我呢，等师妹从日本留学回来，你就把她许配给我嘛！啊，做梦吧！就你这吃相，就算我同意，珊珊也不会答应的。没关系啊，那我就一辈子打光棍喽。说案子吧。师傅，说真的，你将小师妹呢送到日本去读书已经好几年了，相信她现在呢已经是亭亭玉立。俗话说，女大18变嘛。啊，行了，说起女人来就没完了你。说案子。是，师傅，我去现场看了，真的很不简单呐。一个人呢，活生生的被切了手，伤口做的十分漂亮，血管和大动脉都没有血喷出来。结合伤口和地上的血迹来看呢，这个人一定是活生生被人慢慢折磨致死的。张小姐，这是齐先生送给您的花。那就谢谢齐先生了。齐先生晚上想约您一起吃个宵夜。对不起啊，我已经约人了。郑小姐，齐先生可是租界商会的副会长，您已经拒绝过他好几次了。今儿要是再不去的话，这大上海舞厅捧我场的人多了去了，如果每个人请我吃饭我都去的话，恐怕这10年也吃不完啊。他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他想听歌，明天再来吧。要是吃饭的话，真对不住。你们干什么呀？放手！快走！放手！干什么呀？放开我！进去！你们干什么呀？放我出去！开门！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！开车！开门！不是说段长半夜2点就送来了，怎么到现在才通知我？还不是姓范的玩小动作。昨晚他值班，他就故意不通知我呢，自己查了半天也没有查出名堂来，直到人家报案我才知道啊。哦，罗探长，刚才已经问过那个女的了，她说她被一条毛巾捂着嘴巴，气味很难闻，后来就昏过去了。
如果照你这么说，一定是乙醚。还了解到什么情况？他说，后来的事情什么都不知道了，一直到早上醒过来。吴法医，这个人是不是天没亮的时候断的气啊？差不多应该是5点的时候吧。师傅，这段长2点钟送到发布房，他死亡的时间应该是5点，又一个生生挨了3个钟头的受害者。老罗，老范，楼下情况怎么样？还能怎么样？记者们穷追不舍，这连续2桩断手案，各家报纸都在争取头条。这儿的情况怎么样？还能怎么样？凶手2点钟做的案，他5点断的气，中间3个钟头啊，活生生等死啊！死者身份查清楚了，商会副会长。这我知道。范探长，我觉得这10有8九是情杀。许恒，这个人和前几天领事署那官员的死法是不是一样？师傅啊，你猜的没错，完全是一模一样的。这2个人死之前手是不是都被砍下来送到发布房？师傅，如果按照许恒的讲法，这2个死者呢，都应该是先出手。有人是怕别人以为他是哑巴吧？我要不说话呢，真的有人以为我是个哑巴。刘凡熙，对长官尊重一点，别没大没小的。是师傅。你这猪脑子，怎么考虑的啊？你怎么推论出是情杀这个结论的？师傅，你小子只会用蛮力，来，不，哎，师傅，你让我喘口气吧，再打我就散架了，师傅。就你这水平，如果遇上罪犯，你小命难保。我水平差也无所谓喽，只要师傅你所向披靡，把案破了就好了。这次谁破了案，谁不就升督察了吗？我和老范同事多年，谁升督察还不都一样？嗨，那个死胖子，我看他就不顺眼。你别眼高手低啊！你给我说说，这2件断手案之间有什么关联？很明显，这2起断手案显然是同一个人做的，而且什么？而且，如果我说对了，师傅请我去状元楼吃红烧肉怎么样啊？你小子，我怎么收了你这么个贪吃的徒弟啊？状元楼红烧肉呗。行，说吧。好，那我说了啊，这个案子根本就没有结束。你是说还会有人被害？这已经是第3只断手，不到1个星期，3只断手送到我们的发布房。现在外面有各种传闻，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。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，但是必须得尽快给我一个交代。谁破了案，我就升谁的职。但是如果在10天之内破不了案的话，你们2个全都给我辞职。是。哎呀，看来我得提前写辞职信了。老范，升职嘉奖也不一定啊。这个督察呀，不管是你还是我，那都无所谓。不过这10年来，这是咱们碰到的最厉害的凶手了。天外有天，我想他绝对逃不过我们的眼睛。老范，这个案子说不定让咱俩一块儿升督察。其实啊，凶手一再暗示我们，你们俩过来看看。第1只手里面有树叶和少量的沙石、水草，结果凶杀现场就在荒郊河边的大树下。第2只手用的是沈大成糕点店的包装袋，结果凶杀现场的酒店楼下就是沈大成糕点店。第3只手有纱线，这说明什么？
这在告诉我们是在工厂。巨福路纺织厂。你们俩跟我走。是。来。停车。你们守在这儿。啊，师傅，我陪你进去。人多了反而会打草惊蛇，看到没有？只有一个出口啊！罗探长是让我们守住他的退路。师傅，但是你一个人进去很危险的。我说你哪来这么多废话？叫你守着就守着。你也守。是，小心啊！这次人还没死，你就能找到，厉害。那只手上的翡翠戒指，全上海滩找不出第三只。你把段长和沙县放在一起，就是想告诉我们，地点是工厂。单凭这一点，上海滩第一的称号，罗探长，你是当之无愧了。等抓到你再说第一、第二吧。你能抓到我吗？那就试试看吧。截住他！师傅，你们俩干什么吃的？连个人也看不住，把人放下。是。哎。罗探长，怎么了？有新案子了，发现了一具新的尸体，也是断手的。手呢？法捕房还没收到。尸体呢？哦，尸体在法华镇外的林子里。您走。啊。过了这座桥就快到了。好。在哪儿？就在前面。是这儿啊，就在里面。
罗探长，别来无恙了。你收买了我的手下来欺骗我，你的背后到底是什么人？你不用知道，受死吧！你们几个，把他装进麻袋，扔到河里去。是。一个不剩。该结账了吧？陈兄，你放心，明天老地方，我亲自送钱给你。好。罗珊珊警官，你原本的任务是接近黑龙会的佐藤，收集他们的犯罪证据。但是你在已经获得足够的资料，并且已经接到撤离命令的时候，为什么还要擅自杀死佐藤？你必须要向警视厅解释清楚。对不起，我没有什么可解释的。罗珊珊警官，我看过你的简历，你在早稻田大学学习过医学，后来又转读了犯罪学和刑侦学。以优秀的毕业成绩，
进入警视厅，之后又成为我们国家最著名的侦探远藤雄一的学生。你有着非常光明的前途，他对你的评价极高。但是这一次的贸然行动，对你的未来影响非常大，你清楚吗？我很清楚。难道你就没有一个解释吗？没有，我接受警视厅对我的任何处罚。远藤先生，里边请。老师好。案发后的这几天，每份报纸都在报道佐藤被杀的消息，舆论也是铺天盖地。有的说你除暴安良、伸张正义，是个英雄，但更多的声音是指责你这个中国人有仇日情绪，知法犯法。对不起，老师，给您添麻烦了。你的举动让你声名远扬，可现在是非常时期，这样的声明对一个旅居日本的中国人来说，并不是件好事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这样做？能给我个解释吗？佐藤是个恶贯满盈的黑道人物，可大和民族的法律根本就制裁不了他。所以你就可以替天行道了，是吗？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。这只是冠冕堂皇的理由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佐藤在1周前亲手杀了一个旅日华侨，所以你是想为你的同胞报仇。但你这样冒失的行动，实在是考虑不周、有欠妥当。从法律上说，你还违法了。对不起，老师，我辜负你了。不过，我已经替你疏通好了，警视厅不再追究你的法律责任，但你也不能继续留在这里了。佐藤死了，他的势力还在。我明白了，警视厅是想要我离开，因为……你明白就好。当然，这也是我的意思。你的父亲是我多年的同学，也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位侦探。5年来，你一直都希望回去为你父亲寻找真相。我没有答应，是因为我觉得你还不够成熟。但是，这个形势不是我们个人能左右的。现在是你回去的时候了。这是我给你写的推荐信，你回到上海可以到法捕房工作。以你的履历，他们一定会乐意接受你的。老师，谢谢你，谢谢您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和培养。终于可以回家了，但愿再见面的时候，我们不会成为敌人。来，这事儿交给你了啊！不，我不去，还是你去吧，我不行啊。哎，来了个美女。我找范督察，我是罗珊珊。谁？啊，是罗成的女儿罗珊珊。
哦，你是珊珊啊？哎，来走。哎呀，你啊，走。哎呀，你都长这么大了，我都认不出来了。范督察你好。怎么叫督察呢？连叔叔都不叫了？我觉得那样没规矩嘛。什么叫规矩啊？这规矩是人定的。这大事上讲规矩啊，叫原则；小的事情上讲规矩，那就是老古董了。你在外边喝了那么多年的洋墨水了，啊，比我还刻板呢，啊！范叔叔，哎呀，真是的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哎，怎么样？你在日本还好吧？挺好的，学了不少有用的东西。就是，你这么冰雪聪明，肯定在以后能学以致用。怎么样？这回回上海来是不是度假的？现在中日关系越来越紧张，很多旅日华侨过得很艰难。这次我回来，没打算再回去了。你回来好啊，这儿呢，有什么事情我还可以照应啊。谢谢范叔叔。谢什么呀？我跟你父亲那当年是好兄弟啊。哎，当年你刚生下来的时候，我还抱过你好几次呢。哎呀，可惜呀，不提了。那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啊，你就尽管说。这次我来找您是来求职的。这是我的老师远藤雄一先生写给法捕房的推荐信。远藤雄一先生的大名，我早有耳闻。既然他称赞罗小姐为不可多得的文武双全之才，那肯定不会错。谢谢。但是想到我们的法捕房来就职，必要的程序还是要走的。总督察的意思是还要经过一些考试，这是我们这儿定下的规矩。没有问题。死者面色发青，嘴唇和手指甲、脚指甲也都有些发紫，这是生前体内严重缺氧的实表征象。表面看来，死者是死于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，肺静脉的血液回流受阻，导致呼吸功能的障碍，然后就会在尸体上出现严重缺氧的尸体征象。但是仔细看，舌骨右侧的大角发生了横断骨折，这说明了什么？他是被勒死的。报告督察，五发全中。好，大家认识一下，这位是刚刚留学回来的罗珊珊小姐。罗小姐在日本学习医学，后来又在早稻田大学学的是犯罪学、刑侦学。她是日本著名侦探远藤雄一的弟子。从今天开始，罗小姐被任命为法捕房的副探长。来，珊珊，来，这是你的办公桌，啊。
你父亲当年就坐在这儿，啊，我呢就坐在那个位置，在他对面儿。你现在要坐你父亲的位置了。范叔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你。你不用说，我知道你想问什么。范叔，我爸爸真的和报纸上说的一样吗？我不相信。作为朋友呢，我很难相信你父亲跟凶手勾结，但是作为侦探，我相信证据啊。珊珊，这个有些事情不能不告诉你。当年在调查这些案件的时候，每一件事情后面都有证据支持，所以定案要不可能那么快啊。范叔，我爸当年办的那起案子的相关文件，我都想看一下，可以吗？不可能。作为法捕房的丑闻呐，这些卷宗都被高层给锁起来了，他们不愿意拿出来再讨论。你现在啊，终于回来了，又顺利的进入了法捕房，啊，我希望你能够平安快乐，啊，这样也不枉我和你父亲兄弟一场，你明白吗？那范叔，我父亲的那些助手都还在法捕房吗？你父亲当年有2个助手，一个叫许恒，你父亲出事以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，可能是受刺激太深，辞职不干了。啊，还有一个助手就坐在你的对面，是你的搭档，叫刘凡熙，刘探长。刘凡熙？怎么，你们认识啊？有些印象，好像小时候来过家里几次。他是个怪人。你父亲出事以后，他升探长了。这位小姐，您慢慢挑啊，您看这质量可好了。啊，看起来还不错啊。对呀，这是我新上的货，您看一看啊。小偷！哎，抓小偷！哎呀！别跑！闪开！闪开！闪开！站住！怎么回事？站住！站住！艾丽达，给我站住！别跑！哎呦！你干什么你？抓住他！给我的车！给我的车！抓小偷！别跑！站住！大哥，有人打我！你是说他打你啊？就是他！你不会吧？堂堂一个大男人被女人打？刘大哥，他身手不一般呢。是吗？这位姑娘，看你一身时髦的打扮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一定不是本地人，你是外国来的。嗯，没错了啊！就凭你这支胸针，我更加可以肯定，你是日本来的，对不对？对于一个贼来说，你很有洞察力。过奖。啊，对了，
我兄弟得罪了你啊？他在街上偷人家的钱，偷了你的钱啊？不是偷我的钱，但是还有啊，你看他这个人啊，哇，他长得这么矮啊，5尺还差3寸呢。你叫他去码头干苦力啊，他做不了的。还有啊，他的嘴，张开。哦，臭不臭啊？哎呀，这臭的可以啊！如果你做老板的话，你会招这样的工人吗？哎，贼的逻辑。跟我讲逻辑啊？好，那我就跟你讲逻辑。喂，你呀，你学艺不精，啊，就敢去偷啊？被人家看到了吧？真是没面子！以为你自己很厉害啊？快，偷来的钱，赶紧交出来！啊！你看，他会交的。来，那姑娘，这里呢就是偷的钱，现在交出来了，麻烦你物归原主。今天的事就不要再去追究了啊！你看一下啊，数目对不对？谢谢啊，幸亏有你。这钱只会多不会少的，啊！放心好了，一会儿我带他去法补房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要带他去法补房。你真是会说笑啊！哎，这位女士，这钱是你的啊？是。现在拿到钱了，还报不报警啊？不报了。再见啊！再见。你看到了，正所谓民不举则官不究啊。那个当事人都走掉了，干嘛还拉着小偷去法补房啊？就没意义了吧？还有啊，你看他这身打扮的，病人都比他有精神，他哪像个小偷的样子？我怀疑他呀，很有可能是法补房派去卧底的内线，所以拉回法补房不一定会受理的哦。也许的事情不能够算数。总而言之，我今天一定要带他去法补房。小姐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较真儿啊？就当是给我一个小小薄面了。我又不认识你，但是我认识他，他是一个小偷。但他叫我一声大哥，难道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你带他走啊？那我不是很没面子？小偷的大哥那就是大头，你都要一起去啊？哎，对不住了，我今天没有空啊。还有啊，实不相瞒，法补房我比你熟啊。哼，那当然了，你是那里的常客嘛。你管我啊？我就是不去，你能怎么样？哎，今天由不得你。功夫不错呀。哎，你这只胸针我戴着也不错吧？啊，无耻！喂！你的身手不错，只不过呢，女人就是女人，力道差很多。下三滥，也不知道你打的什么路数。啊，我没什么路数的，即各家之所长。所谓大象无情，大公无法，我可以教你的。不过你得先拜我为师啊。喂，还来啊？不打了吧？不好玩了啊？不打了？当然了，你一个女人呢，我打赢你是应该的。万一呢，我输给你了，我不是很没面子？你看有这么多的观众哎啊！哎，你不要这个了，把它还给我。没问题啊。如果你告诉我你的名字，住在哪里，我就还给你啊。你自己留着吧。
人，这么晚了，谁呀？来了来了。我来了！起来！你别动！给我往死里打！打他！起来！走！刘大哥，我知道我该死，您就可怜可怜我吧。打！是。抬走！是。你说你小子花着老子的钱，在这小酒喝着，小曲唱着，你知道我们这些兄弟快吃不饱饭了，知道吗？啊！你要是个娘们儿，老子早把你卖窑子里去了。大哥，你现在就是打死我，我也拿不出钱来啊！再快些，快些，我一定还。宽限你多久？我想再给我3、5个月。哎呀，来，还是把他打死吧。3天，3天，我一定还。3天之后，我要是见不到钱，你知道后果会是怎么样的啊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走。你是不是特别想问我们是谁？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？这儿现在成储藏室了。我记得以前，只要有人犯错，关黑屋的时候，就是关在这里。你当时是这家孤儿院的院长。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小孩，在这里度过了最可怕的日子。不过，我想你是不会记得的。你认识他吗？他14岁那年，你把他骗到你的院长办公室。你忘了吗？你糟蹋过多少孤儿院里的小女孩？你这个披着人皮的畜生！你做梦也想不到吧？有一天，你会死在那个被你欺负过的小女孩的手里。
出事了！出事了！哎，怎么了？断手又出现了啊！赶紧看看去啊！不得了，出大事了！走走走，赶紧的，赶紧的！走走走走走走！哎，快快快，等一下，快点！出什么事儿了？哦，政务间送来一只断手，快去看看吧。走。哎，那个刘凡熙呢？报告，刘探长去现场了。什么？断手刚送来的时候，刘探长正好回来，他看了一眼，马上就带人出发了。精神点儿。好。罗探长，为什么出发了不告诉我？刘探长没让我叫你啊。他人呢？里面啊。哎，罗探长不能进去。为什么？反正他每次都不让我们进去。查案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？罗探长真不能进去。刘探长在做现场分析的时候，不喜欢有人打扰他。督察长来了都不行，这是他的规矩。从今天开始，没有这个规矩了。啊，哎，罗探长，罗探长！哎呀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这下要出事儿了！不对啊，这样躺着太舒服了。哇，应该是这样吧？龙大哥，你不要打了！说过现在没钱呢，过几天我一定给你些利息啊！是你就是刘凡熙探长。如果我没有猜错，你一定是新来的搭档，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罗珊珊，刚从日本回来。珊珊，你是刚从日本回来的？哎，你不要跟我说你是我师傅罗成的女儿罗珊珊。对，我现在是你的副手。我2天没有回法母房啊，我只知道多了一个副手，原来是你啊！真是女大18变啊！我见到你的时候才这么高啊，现在长得跟我一样高了啊，这么高了，怪不得我在茶楼没有认出你来啊。对不起啊。我也没把你认出来啊，没想到你变成大胖子了。哎，没办法了，单身一个人，没有人管，没有人理，就长成这样了。哎，别说我了，还是说你吧，你来这儿干嘛？我来破案。你破案啊？开玩笑啊，这种地方不是女人来的。上头说了，这个案子由我们2个人负责，所以我有权进来。你知不知道这个案子跟当年师傅的案子很相似的？我劝你不要插手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才感兴趣。谢谢你还记得我父亲。我还以为你把他忘了呢。对不起啊。你今天说了2遍对不起，也不知道哪遍是真的。哦，这些工具都是从日本带回来的吗？好精致啊！我看看啊，哇，这不是日本的吗？怎么没有日本字啊？喂，日本字中间夹着几个中国字啊？哎，我听说是武大郎传到日本的。我从日本回来就一定要带日本货吗？你看清楚了，那是 Made in British。不愧是我师傅的女儿，又美丽又聪明又有学识。我想听听你对这个案子的看法。
很简单呐，借人家钱没钱还，债主上门毒打一顿，还是没有钱还呢。最后债主索性砍掉他的手。就这么简单？根据现场的痕迹告诉我们，就这么简单，能有多么复杂？不过现场看来的确是有打斗过的痕迹。但是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自己演一遍呢？我做一遍给你看，你就马上明白了。一来，看他在这儿，砰，啊，一脚踹飞，砰，按到那里，梆梆梆梆梆梆的打，有没有钱还的？没钱还，再打，梆梆梆梆，有没有钱还的？还是没钱还，摔飞在桌子上，桌子摔烂，梆梆梆梆梆梆梆，梆梆梆梆，有没有钱还？说了没钱还，再拉起来扔飞出去，啊，在这里打，梆梆梆梆梆，梆，有没有钱还？没钱还呢。再扔飞了出去，啊！砰！砰！一脚踩住胸口。我再问你一次，有没有钱还？没有钱还呢。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有没有钱还的？真的没有钱还的。然后你就进来了。难道他不会还手吗？他根本就没有机会还手吗？那可不一定。嘿，呼！老大，谁让你进来的？你不知道我和罗副探长在讨论案情的吗？还不快滚出去！哦。你看他那个死样啊，他的头部被人踢了无数脚，他身上被人打了无数拳，还有脖子被人割了一刀啊，到最后还砍掉了手。这手的切口呢，简直就是天衣无缝，干净利落。这用刀的人可以用3个字来形容：快、准、狠。在上海滩，能把一个人打得如此不成人形的，我觉得非他莫属，那肯定就是青帮堂主龙彪。龙彪？没错，还有他的手下，号称上海滩第一快刀。这2个人加在一起，那档案呢就很简单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他是先挨了一顿打，然后砍了手，最后切颈而死？没错，其实他怎么死的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真凶。怎么死的你都没有弄明白，那你抓到的凶手多半是错误的。你想龙彪要杀他，用得着这么复杂吗？还有你说的那个上海第一快刀，他能砍出这样的切口吗？除非他是懂医的。你这么说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很明确，刀快是没有用的，要切出这样精密的切口，除非他是懂医学的。你搞错了。是对是错，抓来一审不就知道了？走。新来的罗副探长，你要不要跟我走啊？二宝，把尸体拉回去，留2个人看守现场。是，老大。你觉得这么随便抓人合适吗？哎，你别想那么多，抓来审一下肯定是有帮助的，对不对啊？不问怎么知道？听我的。喂，小偷，喂，来了，刘探长。你站那儿干什么呢？没干什么。偷东西啊？没有，没什么。过去，我说你。哟。哎，这不是那个，大哥，你把这妞给收了。哎呦，这不关你的事啊！我问什么你回答我就可以了，明不明白？明白了，大哥。刘探长，我们是在查案子。当然是查案了。哎，你是副探长，就要跟着我的风格去做事，知不知道？哎，问你啊，龙彪现在在哪里？龙大哥，好像带着他的兄弟去八仙楼喝酒去了。八仙楼？对，八仙楼。真的吗？哎呦，真的，大哥不骗你。你确定？哎呦，不敢骗你了，大哥。如果是假的呢？不会了。你肯定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，大哥？拿着，盯着点。谢谢啊，行，知道了。
这就是刘探长的风格，拿钱收买这种人。其实他很可怜的，从小就无父无母，又没有读过书，小时候被人贩子拐卖当了乞丐。他从小营养不良，后来呢又得了哮喘，所以他是干不了体力活的。8000楼有没有兴趣？快刀，你老大呢？他在忙，没时间见外人。他在哪里？我问你，他现在在哪里？在楼上。罗副探长，我上楼去找他老大，你在这儿和快刀喝一杯，好吗？好，你喝，你喝。这个好吃，哎呦，吃吧。龙堂主，吃吧，吃吧，龙哥。呀，刘探长啊！哎，来，坐下和我一起喝。喝酒就不必了，我要你现在跟我走一趟。去哪儿啊？我叫你跟我走，当然是去法捕房了，难道去我家？去！什么呀这是？有什么事儿啊？我想问你的，当然是关于薛三儿的事了。嗨，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。哎，行，我给你刘探长个面子，就多宽限他几天。我跟你讲，如果薛三儿没死，这面子你不用给我。可现在他死了，我不带你回去，我就很没面子。刘探长让你陪我喝酒，我给你倒一杯。那你可以让他陪你喝。那你是不给面子了？我又不认识你，我为什么要给你面子？我相信你会喝的。好，我给你面子。上！人死了关我什么事儿？龙彪，你好歹也是个堂主，如果在你手下面前把你抓回法捕房的话，你一定会觉得很没面子。可不带嫌犯回去的话呢，我也交不了差的。你想怎么样？去留与否，跟你赌一把。赌什么？现在，我和你听天由命。我先来。好，老子就舍命陪君子。
龙堂主就是龙堂主，好友坦实。跟你话。还有最后2枪，不是你就是我哎，还玩不玩？不是说听天由命吗？啊？怎么，刘探长，你的威风呢？啊？要不然你现在给我认个罪？好，我就陪你玩。那颗子弹呢？归你了。刘探长真是英雄，小人甘愿受。笑什么？好笑啊！早跟我走不就好了？费了我那么多的事，我就是要你走一趟而已啊！如果你真没有杀人的话，你跟我回法捕房，我保你没事。走了。是不是要尝过最后这颗子弹才跟我走啊？不，走吧，走。哇！搞什么，罗副探长？罗彪，你过来。不好意思啊，老实说呢，我今天来就是怕搞不定你老人家，所以我带了个助手来，是想保护我的。可谁知道他把这里砸的呢是乱七八糟的，对此我真的很抱歉。但是抱歉归抱歉，你还是得跟我回法捕房去的。走吧。走。我他是这样，我怎么办呢？伤了也不赔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你看我的脸，你看穿完了呀，你看看呀。想不到你身手这么快，竟然放倒了快刀。不是我快，是他太慢了。那你知不知道他们都是什么人？什么人啊？他们全都是坏人啊！我提醒你，上海滩的水很深的。我不希望我师傅的女儿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知不知道？假惺惺！说什么？我说你假惺惺啊！你说我假惺惺啊？我为你好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上海滩呢，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。师傅的事情就是个例子啊。你也认为我爸是被冤枉的，对不对？哎，起码我觉得疑点重重。亏你还一口一个师傅，这些年，你帮他做了什么呢？我也想帮师傅翻案呢，但是我找不到证据，有关师傅一案的所有资料，任何人都不能接触。
胳膊拧不过大腿，你明不明白啊？我问你明不明白？你看着我干什么？看你这个胆小鬼，还不快走！年轻人，现在已经太晚了，你明天再来吧。如果你需要，你可以明天来忏悔你的罪孽。我的罪孽？那你的罪孽谁来帮你忏悔呢？我们以前见过吗？见过。我不会忘记你。我想，你也不应该忘记我。对不起，我想不起我什么时候见过你。那我提醒你一下，5年前，我还是个孩子，也是深夜，雪下得特别大。爹，爹，你一定要坚持住啊，爹！有人吗？开门啊！救命啊！有人吗？孩子，怎么回事？神父，求求你救救我爹吧，他快不行了！快快来看看！神父，我爹他中枪了，求求你救救他吧！你应该送你父亲去医院的。神父，我们不能去医院啊，去了就会被坏人发现的。神父，我求求你，让我们进去吧。我不能让你们进来。不，神父，求求你救救我爹！开门啊，神父！啊，爹！爹，醒醒啊，爹！爹一定要坚持住啊，爹！爹！别管我，快走！爹，爹，你醒醒啊，爹！爹，你不能有事儿啊，爹！孩子，你的故事听起来真实而悲惨，但是我不记得我有过那么无情的举动。
也许你的记忆有误。你真的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吗？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不记得我遇到过你们父子。但愿你的父亲已经康复了。不，他已经死了，就在那天晚上。现在时间很晚了，那愿主保佑你的父亲在天堂安息。孩子，对不起。看来你终于想起来我是谁了。可惜我要的不是道歉，我是想看看，让你流多少血，他们才会来救你。仁慈的主啊，求你宽恕这个可怜的孩子。希望他也宽恕你。马上去叫罗探长过来，快去。是。这只手的骨骼很大，手背上毛发很多，而且泛黄。这只手一看就是外国人的。应该是。这只手很干净，手指甲剪得很整齐，看来是一个很注重仪表的人。对啊。来看，手心有个十字伤口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还有，盒子里有一支蜡烛，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一般在这个时候，你会跟上帝说些什么？快点想，时间不多了。一般洋人住的地方呢，通常都是有电灯的，不需要点蜡烛，除非是烛光晚餐呢。不可能，如果在餐厅下手，会有很多人，凶手不会那么笨。那什么地方会有蜡烛啊？教堂，一定是在教堂。没错，教堂的蜡烛。这样就能解释
手心的伤口其实是十字架，人一定在教堂。没错，马上去圣三一教堂。等一下，你怎么知道是圣三一教堂？法租界一共有几个教堂啊？而且这只手看上去呢年纪不小了，只有圣三一教堂的神父才会这么老啊！快走了。他们又赶不及了。神父，愿你在天国安息。哦不，或许你去的不是天堂，是地狱。这么大个教堂，神父会在哪儿？你不要急，二保正赶过来，我们分头行动。我去那边，你从这里进去。好。罗探长，厉害！你比当年的罗成探长还要快，第二次就能准确找到地方。你是什么人？你认识我父亲？哼，听说你回来了，特地给你送些熟悉的礼物，很惊喜吧？不管你是谁，这都是你的最后一次。那就看你的本事了。哼！怎么样，珊珊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应该打中他的手臂了。可惜让他逃走了，没有抓到他。老大，我听你枪声，你没事吧？当然没事了，你们怎么猜到？神父。啊！又来晚了，已经断气了。给他们做一下笔录，不要遗漏什么细节。你们几个刚才都在教堂吗？你们和凶手见过面了？凶手蒙着面，看不到样子。多大年纪？也没看清楚。身高呢？不高啊，到我这儿。范督察，你见过5年前的凶手吗？5年前见过凶手的，只有你父亲。这个圣三一堂的神父不是普通人呐，恐怕领事馆会介入的，咱们的压力会很大。我明白，我会尽最大的努力，将凶手抓回法布房。希望你们尽快。
进。罗探长，刚才有人送了封信到门房，指定要交给你。如果想抓到凶手，请到雷上达路孤儿院来，一个人来。雷上达路，你真打算一直把我拉到雷上达路？你是怎么发现的？雷上达路这么长，你也不问问我去几号，你不怕绕路吗？不绕点路，怎么确定你是一个人？找我什么事？或者应该我问你，你一直找我做什么？你是嫌疑犯，我是探长，我要抓你。是吗？就这个原因？就这个原因还不够？把你父亲当年没有破的案子破掉，这个原因我更愿意相信。我抓了你，自然就能破了案子。没错，问题是，你有没有这个本事？看我现在有没有这个本事。没有，因为我受伤了，你才有机会。对，所以你才来找我。你觉得我们都知道你受伤了，都会想，这个时候的你应该躲起来了才对。不愧是罗成的女儿。一开始，我还担心你这个对手不够格呢。你做这些案子，都是因为我吗？对，父债子还嘛。我爸跟你有仇吗？有。我爸因为你爸而死，找不到你爸，我就只能找你报仇。看你现在怎么报仇？怎么不能报？被你那个刘探长打了一枪后，我算是明白了，这个年代还是枪好用。罗探长，请吧。你要带我去哪里？不远，乖乖的走，别动什么歪脑筋。中枪到现在还不到10天的时间，了不起。你觉得这算了不起啊？你会看到更了不起的。走。进来。
过去。坐对面。我现在可以问你问题了吧？可以。你为什么要杀徐平？他改名了，他以为他能逃过这一劫。是不是5年前他害了你父亲？对，就在我的眼皮底下。那我父亲呢？他也死了。怎么死的？当年的报道你没看吗？神探买凶杀人，我父亲就是被你父亲拖下水的，所以他死有余辜。那你杀圣三一堂的神父，就是因为他当年没有救你父亲？这你不是都已经查到了吗？既然这样，你应该知道主谋是谁。当然，我会告诉你的，但是要在你死之前。你原本是我目标中的最后一个，但是你现在挡了我的道，我要你今天就死。这个部分是我最喜欢的。我看你还一头雾水吧，你马上就会明白的。你没有想到吧？这个你也肯定喜欢。我喜欢什么？罗珊珊探长，看看你，就坐在我的对面。报纸上写过，你是上海第1美女侦探，在日本学的犯罪学、医学，破过很多案子，精通推理分析，简直就是天才。现在，推理的时候到了。这可能是你这一生中做的最后一个选择了。一个有毒，一个没有。选到没有毒的，你逃过一劫；选到有毒的，就会全身麻痹，但是意识还在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切开手腕，对吗？对。这2个杯子看上去是一样的。我看上去也是一样的，但是你知道哪个有毒，哪个没有？我当然知道。可是我不知道。你都知道了，还算什么游戏？就是让你来选的。我凭什么要选？最精彩的部分我还没告诉你呢。不管你选哪个，剩下那个就归我了。罗探长，我和你干杯。我不会使诈，由你来选。怎么样，罗探长？面对其他人的时候，你也是这样吗？对，一直是这样。我已经玩了2次了，我到现在还活着。现在轮到你来选了，
罗探长，你不用着急，你可以慢慢考虑。希望这个游戏能让你玩得尽兴。这根本就不是游戏，是运气。不，这不是运气，这是博弈。只需一步，决出胜负。而这个，就是这一步。想想吧，我给你的这杯有没有毒？你想选我面前这一杯，也可以。怎么样，罗探长？准备好做选择了吗？有什么可选择？都只有5成的概率。你不是和概率斗，是和我斗。想想我给你的这杯有没有毒？猜猜我是在请君入瓮、欲擒故纵，还是虚张声势、故弄玄虚？看来，你一直很相信你的运气。运气能让我活到现在吗？罗探长，这绝不是运气，这是命中注定。他们注定该死。我知道你们会怎么想，也知道人们会怎么猜测我的想法，但是在我的脑子里，你现在所想的一切，我都看得一清二楚。每个人都是蠢货，你也不会例外的。你是一个很可怜的人，你的父亲是一个罪犯，你也是一个很可怜的罪犯。没有办法得到社会的认可，就只能用这种自以为是的方法去宣泄，去获得快感。每一次做完案，你都把断手拿出来炫耀，有什么值得炫耀的？我第2次就找到你了，在今天晚上之前，你已经没有办法隐藏。你害怕了，你没有胆量再跟我较量。我怕你？你当然怕，你害怕我会抓到你。哼，你根本抓不到我。是吗？自以为做的一点纰漏都没有。可是你忘记了，孤儿院里面有一张集体的合影，那里面就有你。还有这个自鸣得意的游戏，我要是不选呢？你能把我怎么样？好了，你别废话了。要么还有5成的概率，要么你直接死。不过至今为止，所有人都不会选择直接死，他们都想试一下。好，那我选你开枪。确定？我确定，我选枪。好，那我把最后的秘密告诉你。当年，现在的商会会长许少林，只是一个副会长。他为了得到会长的位置，好控制整个上海地区鸦片的非法买卖，才制造了这起断手案。但他一个人没那么大能耐，在背后还有人帮他。这个人现在还活着，你也认识。别开枪！站住！
珊珊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起来，站好。是谁？快说！许少林的同党是谁？说。我输了，我不会告诉你了。我要让你永远遗憾下去。不许动！别动！刘探长，松手吧，把他交给我。刘探长，带珊珊下去包扎去。我还没有问完话呢。带回去审，这是命令。他也受了伤，他也需要去医院。我会安排的。你们两个送他们下去。是。两位，请。你们都先下去。是。走。珊珊呐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你怎么不通知我？居然能找到我，真是厉害。哎，如果我不够厉害啊，你的手就被切下来送到法捕房去了。你还说，要不是你开了一枪，我就能听到他说出幕后主使人的名字了。哎，你还怪我？如果我刚才没有开枪，他就要冲你开枪了。你是范德威，你认识我？你本来是我下一个目标。陈钦的儿子。有一套，当年就是你和许少林一起要我父亲做下的断手案，后来又把我父亲杀了。本来你和许少林都跑不掉的。有些事情做了就不能说。你现在说给我听了，也就是你没办法做到了。你给我添的麻烦实在太多了。啊！快上去！你为什么要打死他？他拒捕。你没有权利处决一个嫌疑人。我有权处决一个负隅顽抗的连环杀人犯。